在化完妆之后戴隐形眼镜吗？没有戴，我一生人一辈子吧，叫一辈子都没戴过隐形眼镜，我怕那个隐形眼镜戴完以后，那到眼睛后面了，我怕，所以我没戴过，一次都没戴过。现在是看不清一点吗？看得清，但是那个 camera 那个男人就看不太清楚他的样子。所以就是刚好会因为没有戴眼镜看不太清楚，在就是第一次做主持会不会更轻松一点？没有啊，其实我有何老师，还有其他的嘉宾啊，也有其实厨师们一直在帮助我们，我觉得蛮没有好想象上那么大负担。我感觉你还放得蛮开的。真的吗？对的。对，然后有时候会说一些话让嘉宾很尴尬。比如说我真的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就是比如说什么？问那个陈晓，他跟他女朋友同居了没有？这会尴尬吗？就是你是不知道这个是吗？有什么事吗？没有什么。有什么事吗？没有什么事就问同居很正常啊，很好。不是吗？对啊。对，就是你之前在做这个主持工作之前，有没有做一些功课？哦，我有韩国版的那个陈현동，还有那个 Kim Song-ju 형，两个跟他们的关系都非常非常好的。然后我做了那个，我说报道出来以后，就是那个中国版的《宁江古布塔 K》，我是做主持人。那个报道出来以后，他们就发了一个信息给我，查雷达就是你行的，我相信你 Jackson， 就支持我。所以我也有看他们两位哥哥的那个影片，那个宁江口普塔 K， 那个拜托了冰箱这个综艺节目，我也有看韩文版的。那对今天这两个嘉宾之前有了解的多吗？他们是干嘛的？哦，我有看那个中国那个跑男，然后我有看到我不是说了，我看到他放屁了，就是看到他，还有看到但是我是第一次真人看那个那个本人但是小哥呢，陈晓那位嘉宾呢，是我以前没有看过。然后那你之前会不会请教何炅，就是怎么主持，或者是怎么跟他搭配？这个你们有之前我有问过，但是他只是跟我说你就做自己就好了，就这样。我一开始是不是整我叫我做自己？但是今天我看他这么照顾我，我就已经放很轻松了。感觉他应该蛮喜欢你的。真的吗？对。他没有跟我说过。你在中国的钱他都要包了，所以他真的很喜欢。我中国有钱吗？我还没钱呢。听不太懂感觉。对，然后今天因为很多部分呢，就是有一个厨师，他叫田树，是田树。对。还有很多对那个阿弥陀佛的。对，就是而且就是整个录制过程中啊，就是对有很多话，比方说一些笑话的一些梗都听不太懂，就是我觉得太深了，就是我觉得那位哥哥太有文化了，就是读书好像读的太多了，就是有些词我在学校都没学过，我没有听爸爸妈妈说过，好像有些词是我听过外婆外公说的，就是什么就很有文化。我觉得就我也是有文化的人，但是我也听不太懂，太深了，我觉得。我感觉就何炅老师一直在跟你几乎有1/3都在跟你翻译他们在说什么。他好像说了1分钟5分钟，我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你自己觉得录完第一次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做到真实的自己？就对，我做了自己，但是怎么说呢？还在学习，还在跟何老师学习，还有中文不是那么好嘛，所以还在学中文。对，其实我会普通话，会广东话，会上海话，但是每一个是很标准的，就这是我的弱点，弱点，弱点。
弱点啊，弱点。 OK，就是你有像这样，就是比方说内地很多明星或者是演员，就是可能他们有一些关于他们隐私的部分的问题，别人可能就是有一点那个怎么说，就是尴尬。对，有点尴尬。但是我觉得，既然公开了，那还有什么好尴尬的？就我觉得，人家问我，我也会回答，但是我不觉得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尴尬，我又不是问他很私人的问题，算很私人吗？这个同居算很私人吗？那你觉得什么样叫很私人？就是你觉得我如果问你问题的话，你觉得会很尴尬？如果真的很私人的话，你就可能问我，关于很私人就什么，比如说内裤啊什么东西，就很私人都不会说的嘛比。如说我问你穿什么颜色内裤，你觉得很尴尬是吗？啊，不是，就是你内裤一个礼拜洗多少次啊？就那个可能比较尴尬，因为不会问嘛这种问题，对啊。但是我觉得那同居什么女朋友什么东西都还蛮那个合理的，我觉得，就我的意思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之前就是有没有了解过这些，比方说问你身边的工作人员啊，或者是这个节目组的工作人员，有没有问可能哪些问题，或者是在表现的时候要注意一些，或者是这种提醒的。这是我第一次，所以我就放胆的去问了。你刚刚提到就是你平时公司对你有很多的管理嘛，比方说8:00就不能吃饭。不是不能，就是他会说，这是我自己决定的，但是公司会说，最近 Jackson， 因为他们也看电视上的我，他会说，你有点胖了，因为他们也想我美嘛，然后他们也想我帅，所以他们就有点胖了，你需不需要减一下？然后我也觉得他们说的对，然后我也在努力的减。就是你自己的冰箱里面是会放很多甜食类的，比方说冰淇淋啊、巧克力这样的东西。那你又一方面担心自己会长胖，又喜欢吃这种甜食。早上吃。对。早上吃。然后你就是在美食方面，就是你自己会擅长做什么菜吗？还是完全不会？会做那个不辣的泡面，就是放热水进去，然后就泡那个面，只会做这个，还有三文治，还有自己会弄果汁，没了。那今天节目当中做了4道菜，对，觉得就是有没有符合你胃口的，还是都喜欢？都喜欢，都很好吃。我觉得我一辈子都不可以做到那个这么好吃的菜，我觉得。那你有没有设想过，比方说通过这个节目录很多期之后，也跟这些厨师学？我超想学，因为我怎么说呢？一直以来都很想那个煮饭煮一顿饭给爸爸妈妈吃。但是以前小时候只是做过一次，只是做了那个荷包蛋，然后就没了。所以我想自己学几道菜煮给爸爸妈妈吃。你是很喜欢吃饺子吗？对。为什么呢？是以前不喜欢吃的，因为每天早上都吃，妈妈会打包，对吗？准备一个盒子，里面全都是饺子，给我那个带去学校吃，然后中午的时候我就吃那个饺子，但是那时候就很厌了，就吃的太多了。但是到韩国了以后，就开始慢慢的，很想吃饺子了，妈妈的饺子。是因为就是想念家了 ，homesick，yeah，thank you。我觉得看着你很想笑，我长得很想笑吗？很有幽默细胞感。真的吗？对，就是他们都那种人。然后就是你第一次吃饺子的情景，然后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第一次吃饺子，就是你妈妈给你做饺子，是什么？是大概是几岁的时候？从小就吃到大，而且妈妈给我吃的饺子都是只是一款的饺子，就是猪肉饺，
从小到大都是吃那个猪肉的，什么牌子忘记了，但是那饺子是吃到17岁，17年都是吃那个饺子。然后就是我感觉就是因为你之前可能没有做过主持这个工作嘛，然后就是尽量去让自己放开，然后跟嘉宾聊天，跟主持人聊天。你有没有期待说跟何老师身上学到一些很多主持的技巧？当然有了，但还在学。然后你自己想走什么样的风格的主持？但是这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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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 Jackson， 我就是佳佳的 Jackson 的风格，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风格。然后你今天又多了一个新的名字。为什么？什么名字？王光棍儿。啊，王光棍儿。脱光王光棍儿，羊雕不是雕，鹰，学了这4个，女人就是鹰，男人就是羊。还有什么东西吗？还有学了什么东西吗？脱光了，就是还有我5年以后要脱光，还有现在会光棍子还是光棍？所以你是很明确知道5年之后一定要脱光的。不是一定要，就是可以轻松的脱光了。除了就是这些有意思的中文词普通话，我是第一次听，我都没听我爸爸妈妈说过什么脱光什么光棍儿。因为这个是属于比较稍微年轻的年轻网络词的他们没有说。对，我学了很多新的词。除了学了这些词，还感觉到学到什么东西？还有学到还有比方说如何跟嘉宾去沟通，然后怎么调动他们的想说话的欲望，因为你作为主持人肯定是要调动嘉宾来宾嘛。我想怎么说呢？今天学到了那些新的词，还有学到怎么说呢？何老师主持的时候，就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何老师在说话嘛，所以就学到是从做一个节目是从哪里开始讲，然后下一个环节是怎么自然的去换到下一个环节，那种技巧都学到了一点点。你刚刚说到就是在录节目的时候啊，就是你有说到，公司有严格的不是严格规定，就是会限制你去谈恋爱。没有限制。还是说有很多，比方说对你自己时间的很多管理会严一点？那个栏目没有什么说不可以谈恋爱。我们公司是怎么说呢？没有这个规定，是自己决定的。自己决定。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还是注重我的工作为主，我觉得是对的。我还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，就是你特别就是喜欢叫，比方说比你年长的人叫哥哥姐姐。然后之前那个张艺兴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是举个例子，就是他比方说他也会叫他的比他年长的人叫哥哥姐姐。就是你们是不是去韩国？张艺兴是雷吗？雷我知道。对，就是好像有这个比较，就是特别对前辈礼貌这种。对，我觉得比我大是哥啊，比我大的男的是哥，女的是姐，不是吗？是没错。对啊。就我觉得是谁都知道，不是吗？对。这不是问题吗？我理解错了吗？我中文程度不好，对不起。说明你很年轻。对，就是我的意思就是，是不是会公司会特别教你说？没有教，就是公司教的都不，没有教这种啊，怎么会教这种啊？只是教我跳舞唱歌，rap，但是我都没一个好的。那你觉得你自己最擅长什么？我也想知道，我正在找。
然后，那你当年是为什么选择去韩国？因为我很喜欢音乐，我以前是练那个运动的，然后击剑的，然后非常喜欢音乐。那时候也有跟那个一个好朋友叫 MC Jin，跟他学过，不是跟他学，就是跟他一起玩那个嘻哈还是嘻哈音乐 hip hop， 就跟他玩过一个 hip hop， 还有 rap 玩过，所以而且音乐给到我很大的动力，然后所以我选择了我选择音乐，然后因为只是一生人嘛，一辈子嘛。你只是可以生活一次嘛，这些世界上，所以我觉得，只是可以生活，对吗？我这说的对吗？只是可以生活一次，只有一条命的话，我想做多一点东西，就选择了。然后你就是在韩国的培训的期间，有没有觉得因为辛苦想放弃这个念头？当然，其实到韩国的第3天我就想这太难了，我应该放弃嘛，就有想过，因为你知道我开始去人家已经唱歌跳舞 rap 都很好了，而且我是从零开始的，所以我怎么说很大压力，还有很大负担。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放弃，然后再回香港的话，再回中国的话，怎么说呢？我会一辈子都是 loser， 你知道吗？就是一辈子都是失败者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就算我比他们差，我花比他们花几十倍的努力的话，我总有一天会比他们厉害的。然后我就很拼命的去练习，然后就出道了。就你这个想法会不会跟你之前是运动员？对，特别一定要做好，一定要做好，要不要做，要不就要做的最好。然后你就是又会说那个普通话、广东话、上海话也说的蛮好的，韩语、日语什么的，英语。你是一个特别有语言天分的人吗？但是没一个说得好，就是没一个说到哇，你的普通话真好，就没有人说过。你的英文英文好，有人说过，但是因为这是我第一个语言，没有人说过我普通话上海话广东话、韩文日文都没有人说过我是很好的。有的，真的吗？他上海人，他说的是对，说的是刚刚没好。可以啊。可以。OK 这个是语言天分，会不会跟你从小的那个成长的环境有关系？我觉得小时候在香港，很小时候就在那个香港的国际学校学了英文，就是第一个语言英文。然后而且在香港的环境里面又学了广东话。然后我外婆，我妈妈那边是上海的，然后去上海三个月，4个月的3个月就学了上海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学会了，然后去韩国又就学会了韩文。